这个展览是非常感谢石瑞仁，这个策展这位老师，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在美术馆展览，应该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当时石瑞仁也是我在那边展览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忙蛮大的。其实他对我的作品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由他来当我的策展人，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因为他觉得好像我每次做作品都是蛮出乎意料的，所以越野的意思，他就觉得好像是越野车那样子，他跑出了范围，又找到一些艺术的灵光。我们8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个展之后，我找到了一条比较有点极简主义的一些创作方式，所以在平面上面，我先设定就是垂直一个水平线，那个就是好像我们认知在美术艺术里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点线面的处理的方式。我设定在就是1公分的这个格子里面呢，那当时也是看到清朝时候的乾隆皇帝在名画上面盖了很多的章，那我觉得他也是在刷他的存在感我就设定了这个印章1公分的印章，觉得中国以前就是在印刷术上面就所谓的活字版，这是一个正方形的。然后他们移动不同的符号成为句子成为文章什么。那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个上面的字，我只需要那个章而已。那这样1公分的这个方格子沾上颜料的时候，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在1公分的格子里面印上各种颜色，来占领这个平面上的空间。那当初是这样想的时候，会觉得艺术跟科学家好像有点接近，就是艺术是虚幻的那它不是真实的世界。那科技也是天马行空，可以在想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事情。虚构的东西都是一种假设性的东西，这样，所以我假设是一个我占领这个空间的时候。那我又有个假设性在推翻这个是的东西，所以一个是是，一个是不是，所以在印章上面有个斜点，就是把它杠掉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意思，这样。所以这样反反复复在我的作品上面那他们好像时间一样时间跟着你的感觉一直走满了之后再换到另外一张。那这样子的话，它每个印章它情绪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它每个章都是盖上去都会有不同的印记所以这样就会可能会千变万化，它好像在记录你的一生的那种感觉。对，就因为以前的作品是累积到现在嘛，就是几十年的作品，其实很多。那我就重新再翻出来的时候，他们重新再组合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以前就是坐在前面嘛，想在后面，就是先行然后想。那再拿出这些作品来，我再发觉到很多作品当时是很有意义的。你事隔几十年的时候，你把这些作品搭配起来的时候，它可能才会产生一首美丽的诗。